為什麼我最後選了 CB350RS 而不是其他車？很多人問我啊，你哪邊去講？你為什麼最後買的是 CB350RS 而不是其他車呢？這台車不是我一時衝動買的，這台車下訂單後，因為太熱門了，進口商缺車，前後我等了半年，這半年間有足夠的時間後悔改單，選別的車。這期間看過一些車，也想過很多用途，因為我要的不只是一台平常上下班的交通工具，我還希望它可以陪我長途旅行、機車露營，甚至環島。到現在，我已騎着這台 CB350通勤、露營、環島，總里程超過16000公里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最後為什麼選擇了它，它有哪些地方真的適合我、吸引我，又有哪些缺點，買之前一定要先知道。我把它分成5個章節跟大家分享。我買車之前，先問了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到底需要的是一台什麼樣的車？我的第一個決定，我要買擋車，不要買速克達。開頻道10年了，老觀眾都曉得，我原本已經有一台旺旺100輕檔車。我知道速克達在市區真的比較方便，載東西方便，停車方便，騎起來也輕鬆，這些都是事實。但對我來說，騎擋車有一種不一樣的樂趣。旺旺100告訴我，不用飆車，騎車也可以釋放壓力。物以稀為貴，在茫茫車海裡看到一台擋車，總會讓人多看一眼。心裡想說，這個人騎擋車耶！而且長距離通勤的時候，擋車也會讓路途不無聊。你要換擋、切換離合、控制油門，人機一體的肌肉記憶去配合引擎的節奏脈動，那種感覺比較像是在駕馭一台機器，而不只是坐在交通工具上面。擋車確實沒有速克達方便，但擋車帶來的駕馭樂趣也是速克達較難取代的。第2個條件，要能載很多露營裝備。有在看我頻道的朋友應該都知道，我機車露營露得很兇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一個人旅行，所以我希望這台車的後座不要太小，也不要太翹。最好是平坦大塊，方便固定裝備袋與馬鞍包或側箱。所以後座能不能載東西，對我來說不是加分題，是基本的需求。第3個條件，要適合長距離通勤。我家到公司上下班來回大約50公里，所以每天我都會騎一段不算短的距離。這也代表我非常在意2件事。第一，騎起來舒不舒服；第2，油耗省不省，會不會很吃油？因為一台車如果短程很好騎，但是每天騎50公里就腰酸背痛，那我也受不了。油耗如果太差，每天通勤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，動不了啊。第4個條件，我不追求極速。很多人買重機是為了速度，但我不是。對速度的要求其實非常簡單。像駕訓班的 Suzuki SV650，有速度當然最好，但我希望最少比我的旺旺100快就好。因為我機車露營常要跨外縣市、長距離移動，如果能合法騎上快速道路，節省一些移動時間，對我來說就非常實用。第5個條件，要耐騎、好保養。我希望它是一台很好養的車，零件不要帶料等太久，保養費用也不要太高，最好網絡上資料多、車友多，甚至蝦皮就可以找到很多零件配件。它可以是一台很多人都有的國民車，甚至是大家說的菜市場車，我不介意。畢竟重機擋車放在目前的街頭都是極稀少的注目焦點。對我來說，好保養、取得零件最重要。第6個條件，價格不能太貴。我也不希望買到一台貴到不敢騎、不敢停外面的車。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刮傷，
不至於心疼太久。所以我當時的預算是希望黃牌重機控制在20萬以內，20萬以內我就買。條件全部列完後，我才發現符合的重機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。第二章 CB350 為什麼出現？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剛好在環島社團看到很多人在討論一台車，本田 CB350。當時這台車可以說是橫空出世，價格大約15萬元左右，有黃牌路權，有漂亮帥氣的復古街車外形，單缸聲浪也十分好聽，而且還有日本大廠本田、Honda 的品質加持。我看到的第一個想法就是，這台好像就是我要找的，價格在預算內，可以長途通勤，可以機車露營，又有外觀顏值，拍照好看，有熱血又不太熱血，有黃牌路權，15公升大油箱，巡航距離超長，速度又比我的輕檔車旺旺100快很多，還可以上快速道路，就已經符合我的需求了。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，就是從2021年起，每年改款，跑路數非常高的風雲車本田 CB350。第三章，我最後選 CB350 RS 版的5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外形真的很好看，我第一眼就是被它的外形吸引。復古的大圓燈，迷人的油箱曲線，從油箱一路延伸到車尾，線條很簡潔，也很流暢，而且車體看起來夠大台，有一種厚實穩重的感覺。如果家裡客廳夠大，我真的覺得它很適合放在客廳當藝術品。接下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到底要選 CB350 一般版，還是選 CB350 RS 運動版？一般版的電鍍件真的很漂亮，復古風味更加濃厚，更貼近本田當初的設計理念。但是我最後選的是價格稍微高一點的 RS 運動版，當初買在高點，買了17萬3。選 RS 原因其實很現實，因為我家住離海邊比較近，台灣本來就是海島型氣候，潮濕又多雨。如果有很多閃亮亮的電鍍件，想到未來要清潔養護，我就開始頭疼。而且露營時，我常會往山裡與產業道路、泥濘地、沙石地上跑。RS 的特殊翹管引擎下護板看起來是有機會發揮功用，而且我這個人又有一點懶，車子也有機會停在外面，所以黑化運動版本的 RS 對我來說反而是比較實際、不得不的選擇。雨天最少洗車塊，清水沖一沖，吹乾就好。黑化感眼不見為淨，漂亮是一回事，養車看主人，養不養得起來又是一回事了。對，就是我。第二個原因，騎姿比想象中舒服。買車之前我沒有騎過任何一台 CB350。或者跨坐任何一台 CB350，我就給他買了。我其實有點擔心 RS 版本的騎姿還有做高，因為很多人都說 RS 的騎乘三角會比一般版在戰鬥前趴一點，腳踏的位置也有所不同。我當時心裡想，會不會騎久了腰痠背痛？結果買了以後，最長的一次旅行，騎着它去環島露營，8天7夜，大概1100公里，而且後來也騎了很多長距離的機車露營，實際騎下來，隔天不會有明顯腰痠背痛的感覺，這代表 RS 的騎乘三角對我的身材和騎乘習慣來說相當適合。再加上它的坐墊面積夠大，也算柔軟透氣，所以長途騎乘的舒適度真的比我買車前預期的還要好欸。第三個原因，油箱大，油耗又省。CB350有一個大約15公升的油箱，配上它不錯的油耗，巡航距離可以拉得很長很長，這對通勤族來說很方便，
大幅降低每月的油量憂慮，對喜歡長途旅行的人來說更加重要。因為在比較偏遠的山區或海岸公路，並不是隨時都看得到加油站，油箱大，油耗省，就不用一直擔心下一個加油站在哪裡，還有多遠。在機車環島露營1100公里的過程中，我大概加了2次油，一次在台東，一次在台北，每次大概350元上下。以一台黃牌重機來說，我覺得相當省油。它不是一台吃油怪獸，是一台省錢持家的好夥伴。第4個原因，單缸引擎聲浪迷人。Honda 幫 CB350 下過一句很有意思的宣傳標語 ：“Feel a good beat”， 感受美好的節拍。CB350 的聲音不是那種非常吵、非常有侵略性的工業排氣聲，它的音量適中，單缸的節奏很清楚、清脆。每一次補油門都有一種規律、清脆的鼓動感，心跳的節奏像是在聽樂器。早期我旺旺100有改魚雷管的聲音也很好聽。除了外形曲線吸引人以外，我覺得聲音也是 CB350 非常迷人的地方。有時騎車並不是為了要多快，只是聽着那個節奏，慢慢的往前騎就很舒服。第5個原因，超適合機車露營、長途旅行。CB350 的大坐墊又長又平，除了適合載人，也很適合固定露營裝備。我目前使用的搭配是哈納斯後座包，再加上2邊哈納斯側箱，這樣整體容量可達125公升。帳篷、睡袋、炊具、衣物和攝影設備都可以完整裝上去。第4章，買了之後哪些地方超出預期？這台車的詢問度真的很高。我牽車後10分鐘內遇到的第一個紅綠燈，就有等待紅綠燈的高鐵巴士司機直接開門問我：“這台好騎嗎？買多少錢？”對啊，他剛進來的時候有漲到17、18，現在大概15新車。開門當下我有一點嚇到，後來才發現這就是 CB350 的日常。車停在路邊，常常有人會多看幾眼，還有人拍照。有些人會走過來詢問價格、油耗，或者騎起來的感覺，讓我了解路上真的有很多對重機有夢想，但是還沒有行動的朋友，對 CB350 也是很有興趣的哦。第5章 CB350 的缺點。當然，這台車不是完美的。第1個缺點，車重。CB350 的車重不算輕，整體來到181公斤，油加滿以後可能快要200公斤。它的好處是騎起來非常穩，高速巡航遇到側風或者路面不平整的時候，都會有一種很厚實碾壓過去的感覺。但是車重就是一把雙面刃。低速移車、停車或者倒車的時候，壓力就會比較大。尤其車子快倒下去，超過臨界角度的時候，要把它拉回來真的不容易。這時候你只有一個選擇 ，Let it be， 讓它去吧。一拉可能連人一起受傷。所以個子小或者對重機沒有經驗的朋友，停車地點和地面坡度一定要先注意。引擎保險桿記得一定要裝，它和 CB350 復古街車不違和。倒車的時候可以保護好你的引擎，還有油箱。第2個缺點，動力真的不強。CB350 最大馬力大約21匹，再加上它本身的車重，所以整體加速感受就是平順溫和。你不能期待它像高性能雙缸或4缸車一樣，油門一拜就噴出去。車友圈最經典的玩笑是，要舒適有舒適，要動力還是有舒適，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。我自己去駕訓班時騎過 Suzuki SV650，直線加速，動力感受跟 CB350 真的差很多。所以如果你是大馬力派，
喜歡強烈加速跟熱血騎乘，會跟團，會跟朋友圈，那 CB350 可能真的不適合你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喜歡穩穩騎，一個人慢慢旅行，它反而非常舒服。第6章 CB350 適合哪些人？我覺得它很適合喜歡一個人到處旅行的人，適合每天有長距離通勤需求的上班族，適合喜歡機車露營，希望後座可以載很多裝備的人。動力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也適合喜歡復古外形、喜歡拍照，但是不追求極速的人。這台 CB350 我已經騎着它環島露營，跟每天上下班，總里程超過16000公里。在油耗、保養、舒適跟外形上，我相當滿意。前一陣子做大保養時，我也更換了齒盤跟鏈條。換完以後，騎起來確實感覺比較輕快，也多了一點點衝出去的感覺，心靈馬力上有效提升。但是它的本質還是一台溫和平順的車。如果你不知道你在不在意動力，我會建議不要只看網絡影片或論壇，最好先去租車或找機會實際試騎，因為每個人對動力夠不夠用的標準真的差很多。如 GP 賽車手 Marquez 的要求當然不會跟你一樣，試乘以後再決定會比較準確。結尾，如果要用一種動物來形容 CB350，我覺得它很像一隻陪伴感很強的大狗。它不是跑得最快，它也不是力氣最大的，但它很穩定，很好相處，也願意一直陪着你，陪着你上下班，陪着你上山下海，陪着你露營看日升月落，也陪你完成一趟又一趟的旅行。可能有人會問我，騎了16000公里以後會想換車嗎？不會，因為它很適合我的個性，我的日常生活。我們都知道，狗養久就會有感情，它是忠誠的夥伴。有人說，騎上本田就是騎上夢想之翼。我也相信未來這台 CB350 RS 還會陪我去更多的地方。錢沒有不見，只是變成你喜歡的樣子，變成你的愛居。CB350 早買早享受。最後還是提醒大家，買車之前最好先試騎，也要依照自己的需求和預算來決定。喜歡請按讚留言，感謝您。我們下一趟旅程見。